英国灵媒帕克最近预言中共政权即将解体，而台湾将继续维持独立地位。更令人瞠目的是，帕克提出了7大预言，不仅涉及中国的未来走向，还点名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本期节目，我们将深入探讨帕克的这7项惊人预言，带大家看看其中的细节和背景。帕克是谁呢？他可不是泛泛之辈。这位英国预言家过去曾准确预测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和美国川普当选总统等大事，在国际预言界小有名气。他自称具有通灵能力，能从所谓指导灵那里获取未来资讯。尽管他的某些预测也曾备受争议，但随着近年一系列事件的发展，他的言论再度引起关注。尤其是关于中国的最新预言，更让不少人眼前一亮，甚至有人称这是好消息，因为它预示着集权统治黑暗将结束的曙光。帕克最新发表的7大预言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共即将解体。他形容中共政权的崩溃将会是冰川式瓦解。什么是冰川式瓦解呢？大家可以想象高耸巨大的冰川在阳光下裂开的景象，一开始也许缓慢无声，内部却布满裂缝，最终会轰然倒塌。帕克暗示中共的倒台不会像闪电般瞬间发生，而是经历一段逐渐加速、不可逆转的崩解过程。他预测这一过程已经开始，并且会在未来1-2年内进入临界点。最近这几年，中国内部种种迹象似乎也印证了他的看法：经济下行、房地产暴雷、地方债务危机、年轻人大规模失业、人口负增长等等，就像一道道裂缝正在龟裂扩大。帕克认为，2025年底到2026年初，中国经济和社会压力可能迎来临界爆发，届时地方政府财务破产、大规模银行挤兑、民生困苦引发的抗议浪潮都可能此起彼伏。他强调，这将引发中共统治根基的松动。冰川式意味着看似稳固的集权大厦其实已千疮百孔，只待最后时刻土崩瓦解。回顾历史，苏联的垮台也经历过经济困局和改革僵局的多年累积，中共如今遇到的内忧外患何其相似，一旦崩溃启动，就没有回头路。中共政权行将就木只是时间问题。那么什么时候会彻底瓦解呢？帕克没有给一个精确的日期，但透露了一个关键时间范围。他感应到这几年正是关键窗口期。有趣的是，帕克曾在5月份的一次谈话中提到，2026年是人类神性觉醒的最后窗口期。这样的说法仿佛暗示着2026年对中国和全世界都是命运转折之年。种种线索让人不禁联想，或许在未来2-3年内，中共政权将进入终局倒计时。帕克甚至用了倒计时这个词，强调变局不可避免。我们眼下所见的一切经济风暴、天灾疫病，可能都是风暴来临前的前奏。帕克的第2项重大预言直接点明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他在预言中毫不避讳地指出，习近平自身恐怕难逃厄运。帕克声称，他从灵视中感受到习近平的健康正亮起红灯，一种严重的疾病缠上了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有传言说习患有重病，帕克的说法与此不谋而合。他暗示习近平可能罹患某种颇为不妙的慢性绝症，甚至具体提及前列腺方面的问题。这讯息一出，令人震惊。如果习近平真有这样的隐疾，对中共政权无疑是一颗震撼弹。因为习近平过去10年来集权空前，整个中共体制早已绑在他一人身上。一旦这根支柱倒下，中共大厦的倒塌将更快更猛。帕克预言习近平撑不到2年，换句话说，2026年前后，习近平可能就会因病或者其他内外部压力而下台，失去对中国的掌控。如果真是如此，那将极大加速中共的灭亡进程。想想看，一个政权的掌舵人突然退出历史舞台，权力真空将引发何等动荡。帕克进一步预见，中共内部的权斗会因此白热化，各派势力争相角逐。在这过程中，共产党自身会被撕裂瓦解，甚至不排除出现政变或军中变故的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北京政坛频频传出异动传闻，就连火箭军高层也经历大清洗。这些都被一些分析人士视为习近平权威削弱的迹象。
帕克的预言无疑为这些猜测提供了更惊心动魄的注脚。习近平作为中共最后一任掌权者的命运，可能已经走到转折点。除了国内的经济社会危机和最高层的健康疑云，帕克还预见了中国社会将陷入一场全面的动荡。他的第3项预言指出，香港很快将再次爆发大规模抗争。香港在2019年经历反送中运动后被当局强力镇压，看似噤若寒蝉。然而帕克看到，香港这颗东方明珠的火种并未熄灭，反而在暗处蓄势待发。最近，香港发生了一场举世震惊的世纪大火，新界大埔鸿福苑住宅区发生特大火灾，几栋高楼熊熊燃烧，酿成100余人罹难的悲剧。这场5级大火造成香港数十年来最惨重的伤亡，引发了市民对政府监管失职的强烈愤怒。巧的是，帕克早在2年前就曾看见香港有高楼起火的画面，并指出这背后涉及政治因素。如今预言竟然应验，更增添了他预测的可信度。帕克认为，香港的这场劫难和民怨可能成为引爆未来抗争的导火索。他预警说，今年年底前，香港局势就会有大变化，甚至用了个隐喻：我看到圣诞灯饰在坠落，听上去诡谲难解。但帕克解释，这象征节庆欢乐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混乱与怒火。或许是香港街头圣诞灯饰被抗议者拉倒，又或许暗指节日期间社会发生骚乱。总之，香港的怒吼将再度响起。更大胆的是，帕克断言香港将成为最早脱离中共统治的地区。他仿佛看见未来某个时刻，香港人重新站上街头争取自由，并最终摆脱北京的枷锁。当然，中共不会坐以待毙。帕克预见当局会祭出极其残暴的手段镇压香港的起义，但这种血腥打压只会招致更强烈的国际谴责和中国内部反弹，等于在全球聚光灯下自我揭露其残暴本性。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政权到了靠高压维系统治的地步，它的末日也就不远了。帕克的香港预言正与此相呼应，香港将在黑暗中燃起希望之火，照亮中共统治走向终结的前路。帕克的第4项预言，对所有关注台海局势的人而言，绝对是重大利好消息。他明确预言，台湾未来依然会是独立的，中共武力犯台的图谋将以失败告终。这番话无疑让近年来笼罩在战争阴影下的台湾人民看到了希望。我们知道，北京当局长期以来扬言不惜动用武力来实现对台湾的所谓统一，尤其习近平上台后，更是不断强调两岸统一不能一代一代拖下去。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国际上对中共可能攻台的担忧达到高峰。然而帕克在今年1月中旬的一次直播中，凭借他的灵视能力绘出一幅台海未来图景。中共虽然会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但注定无法征服台湾。他表示自己看到台湾周边有争议的小岛上刀光剑影，似乎发生了军事冲突。帕克推测，很可能是解放军试图夺取台湾外围某个离岛，或在台海爆发小规模交火。他同时提到一系列意外事件也许会成为战端导火索，例如军机对峙时发生擦撞，或者潜艇在海下相撞等等。他早前就警告过，解放军和美台军机军舰频繁的近距离对峙，迟早酿祸。如今他更坚信一次意外将引爆冲突。然而，帕克强调这场冲突的结果对台湾有利，新的台湾领导人会坚定守护主权，绝不退让，而民主盟友将纷纷伸出援手。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台湾将迎来新任总统，正如新闻所报道，赖清德在总统大选中胜出，预计于明年520就职。北京对赖清德素有成见，视他为台独顽固分子，这是否会促使中共铤而走险？帕克看来，赖清德上任后，北京的挑衅可能更甚，但台湾方面也早有准备。帕克在预言中描述，新的台湾领导人非常强硬，不仅寸土不让，还会加速与国际伙伴的军事合作。他特别提到日本和澳大利亚两国。帕克说，他看到日本将在技术上大力支援台湾，尤其是在防空反导方面，把某些先进防御技术与台湾共享。这种合作可能不会明着说是军事同盟，但实质上台湾的防御能力将得到飞跃提升。
他还预见澳大利亚也不会袖手旁观澳洲的军舰届时将现身台海周边海域提供支援。这番预言相当具体生动，仿佛未来的某一天，美日澳台联手的画面已经浮现在他眼前。回头想想，澳洲近年来对台海安全的关切确实与日俱增。澳洲战略界有人早就敲响警钟，认为战争可能比想象中更近，呼吁提升3年内开战的应对能力。澳洲也与美英组建了 AUKUS 联盟，准备打造核潜舰。同时，日本也通过了新安保战略，明确表示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民主国家空前团结的趋势，正好印证了帕克的预言。可以说，他的预测并非天马行空，而是捏合了现实中正在形成的脉络。结果是，中共若妄动武力，将面临区域联盟的合围反击。帕克斩钉截铁地表示，他看不到台湾被征服的未来，相反，种种迹象显示，台湾最终将越发强大自立，在国际上获得实质更高的地位。而一场冒险且失败的对台战争，将重创中共政权的威信和军力，甚至可能成为压垮北京当局的最后一根稻草。正如40多年前阿根廷军政府因马岛战败而倒台，苏联也因阿富汗战争泥潭加速解体。历史一再昭示，穷兵黩武的独裁者往往死于战争狂梦。帕克让我们看到，中共也难逃这个宿命。接下来，我们关注帕克预言的第5个要点：中共垮台后的中国将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对中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一定对军阀混战这段时期不陌生。上个世纪1912年清朝灭亡后，中国出现了群雄割据、诸侯混战的乱局，直到国民政府北伐统一才告一段落。而帕克的预言显示，100年之后，中国大地可能再次重演类似的一幕。他预见在中共中央权力真空出现后，全国将4分5裂，各地区由不同实力派控制，各自为政。用中国话说，就是天下大乱。这似乎与我们传统印象中当代中国高度中央集权的样子相去甚远。但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哪天中共中央无法有效行使权威，地方会是什么情形？其实近年来，地方势力和中央离心的苗头不断增长。经济好的省份怨中央财政汲取太多，经济差的省份则自顾不暇。甚至有消息传出，在中南海权力斗争白热化之际，各军区的将领并非铁板一块，有些人对最高领导并不完全买账。如果习近平突然退出政治舞台，不排除某些握有兵权的高官拥兵自重，割地称雄。帕克提到，中国会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无疑是这种可能性的写照。一些沿海富庶地区也许会趁机追求更大自治，甚至有人猜测广东、上海这些地方本就对中央某些政策阳奉阴违。边疆民族地区如新疆、西藏则可能爆发强烈的独立倾向。帕克特别提及香港是率先独立出来的地区，那么不难联想，其后或许会有更多第二个香港出现，例如西藏人在国际支持下宣布自治，或新疆发生大规模抗争，要求摆脱北京控制等等。还可能有部分解放军将领各据一方，形成新的军阀。例如东南沿海的战区司令如果拒绝服从残余中央的命令，自主把守一方，那就是新军阀的雏形。这些情景听起来惊心动魄，却不是不可能发生。中共政权一旦土崩瓦解，14亿人口的大国难免经历一段混乱震荡期。帕克的预言正是要让世人提前看到这个场景。没有中共的中国，短期内可能4分5裂，但我们也要看到，这未必是坏事的结局。混乱之后，中国或将迎来重组与新生，就如同当年各路军阀乱斗最终让位于新的国家政权。一个没有共产集权的新中国，或许将在洗牌后重新站起。在动荡年代中，中国人民展现出的韧性和智慧，终将决定未来的走向。说完中国内部，我们再把目光放向全球视野。帕克的第6和第7大预言，把范围扩大到了其他集权统治国家，预示一场全球性的专制瓦解浪潮即将到来。其中之一是中共在中东的重要盟友伊朗。帕克预言，伊朗将在不久的将来爆发革命，宗教集权政权会被推翻，这可是一个重量级的预言。大家知道，伊朗自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神权政体已经统治40余年。最近几年，
伊朗国内民怨沸腾，年轻世代对于高压统治和严苛的宗教法律日益不满。从2019年的经济示威到2022年震惊世界的玛莎·阿米尼事件，年轻女孩因为妥善佩戴头巾被捕致死，引发全国女性剪发抗议。可以说，革命的火种在伊朗从未熄灭，然而强硬的伊斯兰政权一直用铁腕镇压反对声音。帕克此番斩钉截铁地预言伊朗将出现革命，无疑令关注中东局势的人精神一振。他看到一幅人民起义推翻独裁的画面，也许是伊朗人民多年的抗争终于迎来关键转折，也可能是受到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帕克曾多次提到俄罗斯、中国、伊朗之间的结盟关系。他认为这几个政权互相勾连，互为撑腰，如果中国和俄罗斯出现问题，伊朗当局的底气也会不足。中共一旦自身难保，很可能再也无暇在经济和外交上力挺伊朗，加上国际社会持续的制裁压力，伊朗统治集团内部的分歧可能加剧。一旦有导火索点燃，可能是经济彻底崩盘，或宗教领袖更迭，引发权力真空，又或者军中出现同情民众的派系，那场迟来的自由革命就会爆发。帕克的语气中充满肯定，仿佛已经看到伊朗民众走上街头，推倒神权雕像的胜利景象。这不禁让人想起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埃及、利比亚等国人民推翻独裁的场面。如果伊朗革命成真，将是中东历史新的里程碑，也将极大改变地缘政治格局。对中国人而言，伊朗政权的垮台有着特殊意义，它象征另一个顽固的反自由堡垒被攻破，印证了集权体制皆非铁板一块，给尚在黑暗中的中国送来国际声援和信心。最后，第7大预言则把目光投向美洲的红色堡垒古巴。帕克预言，在这波全球变局中，古巴的共产政权也将终结，迎来政治巨变。古巴自1959年卡斯楚领导革命成功以来，已经在共产党统治下度过了60余年。虽然老卡斯楚已作古，他的弟弟劳尔卡斯楚也退休，但古巴依然是一党专政、经济困顿的局面。古巴和中国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中共是其主要经济援助和政治撑腰。帕克认为，当中共自身难保时，古巴失去后盾，内部要求变革的呼声将再也无法压制。其实最近这些年，古巴民众的不满已有显露。就在2021年，古巴各地爆发了数十年罕见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民众走上街头高喊自由，要求食品、疫苗和基本生活保障。这被视为古巴共产政权统治松动的信号。当时政府也是借助警察镇压和断网措施，才勉强控制住局势。帕克现在的预言等于宣告，古巴这最后的拉美红色据点也撑不住了。他看到古巴出现变天的画面，或许是人民再度群起反抗，或许是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改革派领袖。总之，数十年的共党统治行将谢幕。一旦古巴走向民主，将会对整个拉美地区产生示范效应，彻底终结冷战遗留的意识形态对立局面。想象一下，哈瓦那的马尔蒂纪念碑前飘扬起代表自由的新旗，那将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时刻。对中国人来说，古巴政权的倒台也具有象征意义，意味着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日薄西山，中共再失去一个精神和舆论上的盟友。过去，中共常吹嘘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如今一个个红色政权阵营瓦解，只剩下他自己孤掌难鸣。帕克的全球预言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中共的崩溃不仅是中国一国的事，而是整个世界告别集权的一部分。中国、伊朗、古巴乃至朝鲜这些专制政体彼此命运紧紧相连，将在未来几年内接连倒下，为世界带来新的政治篇章。谈到这里，我们不妨纵观全局，把帕克的7大预言串联起来，可以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脉络：一场全球性的解体骨牌即将倒下。中国作为最大的共产集权，其崩解将牵动周边和盟友政权的瓦解。反过来，当其他集权纷纷垮台时，又会反作用刺激中共更快灭亡。帕克预言的画卷中，仿佛正上演一次21世纪版的世界大解放。东亚的红色帝国土崩瓦解，中东的神权高墙倒塌，拉美的赤色旗帜降下。而在这巨变的浪潮中，
有几个名字注定载入史册：香港再度高举反抗的大旗，台湾屹立不倒的自由灯塔，还有那千千万万勇敢站出来的普通人。帕克的预言之所以令人振奋，不仅在于他描绘了独裁者的结局，更因为他强调了人民的作用。无论是香港人的抗争，伊朗女性摘下头巾的勇气，还是中国百姓在白纸革命中举起白纸，古巴年轻人在广场上高呼自由，这些看似渺小的举动汇聚起来，就是足以改变历史的洪流。当然，很多人会问，帕克的预言真的可靠吗？毕竟未来充满变数，任何预言都可能只是巧合或者一厢情愿。我们不可否认，预言毕竟不是科学预测，里面掺杂着超自然的成分。然而，帕克的许多预言并非毫无依据的玄想，而是有一定现实苗头可循。他曾提早感知香港大火等事件，也早早谈到过俄中伊结盟、朝鲜政权可能的动荡等等。而他对中国的看法，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些海外观察家的共识：中共内外交困已经走到强弩之末。一位深谙中国政治的学者就形容当前局势是中共64年风雨飘摇、第4次历史决议后的延命，已难持久。再加上疫情3年重创经济，清零失策激起民怨，国际围堵加深孤立，中共实在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关头。帕克只是用他预言家的语言，把这种危局描绘成具体的场景：习近平可能因病垮台，地方出现军阀势力，人民起义此起彼伏。这些场景不是毫无逻辑，而是发生过在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各国的剧本。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不久，农民起义灭秦；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僵化之后迎来解体；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在民众抗议声中倒台。无数例子告诉我们，集权没有长久的未来。因此，帕克的预言虽透着神秘色彩，但其核心信息却和历史规律不谋而合：专制暴政必定灭亡，自由光明终将胜利。更耐人寻味的是，帕克在预言末尾发出的一个呼吁：人类必须超越恐惧，唤醒内心与生俱来的善与信仰，来共同对抗那盘踞世间的邪恶力量。他甚至明确指出，中共不仅是一个政治集团，更像是一种邪灵，它败坏着人的道德和精神。如果任由这股邪恶继续扩张，人类文明将被毁灭殆尽。这番话听起来近乎宗教宣言，但也点出了中共统治另一个常被忽视的层面：他对传统价值观和人性善念的侵蚀，从破坏传统文化、打压信仰群体，到鼓吹无神论、物质主义。中共在过去几十年可谓用心险恶地改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帕克将其上升到邪灵毁灭人类的高度，提醒世人，这不仅是一场政治斗争，更是一场善恶较量。他相信2026年是人类觉醒自救的最后窗口，希望更多人看清中共本质，不要被恐惧蒙蔽，勇敢站在历史正义的一边。结语时刻，我们不妨再回首帕克的整套预言：中共的末日倒计时，习近平的荣枯难料，香港的烈火重生，台湾的坚毅不屈，中国的动荡新生，伊朗的自由之春，古巴的红旗落地，每一条都扣人心弦。有人或许会心存怀疑，但也有人早已在心中暗暗期待这一天的到来。预言终究不是现实，但现实往往会创造出超越想象的剧本。正如30多年前，谁能料到柏林围墙在一夜之间倒塌，苏联帝国不战而亡？当时那些勇敢走上街头的人民，何尝不是凭借着对未来的信念在行动？今天，帕克的预言给了我们一幅可能的蓝图，一个没有中共的未来正在逼近。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会发现他的许多洞见竟如此贴近现实。当然，我们也要做好心理准备，帕克描绘的道路并非平坦，甚至充满风险与混乱，但破晓前的天空往往最为黑暗。不要忘了，黑暗尽头就是黎明。历经苦难的中国人民一定能迎来属于自己的峥嵘年代，让我们怀抱希望，拭目以待。帕克的预言会全部应验吗？中共会否真的在历史洪流中解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自由新生的华夏？时间将给出答案。我们可以确信的是，每一个追求自由、正义与善良的人，都是塑造这答案的一部分。就像帕克所呼吁的那样，
勇敢地超越恐惧，坚守内心的善念。当足够多的人这样做的时候，任何预言中的美好未来都不再只是预言，而将成为我们共同创造的现实。让我们期待并迎接那一天的到来，光明就在前方，我们不会再等待太久。翻页的时刻近了，历史新章即将展开。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